可能是因为我荷尔蒙吃比较多年了，所以体态会更像女生。问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跨性别，他们是说你是不是生理女吗？是这么专业术语的问哦。是，通常喝到8分醉的时候，那就表示1个礼拜出现很多次咯。我没有那么常喝酒啦，可以摸摸看你的胸部吗？这样算问题吗？这当然算问题啊！这算是性骚扰吧？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女生老师。今天的来宾是 Yuji。Hello， 又回来了，是的，很开心，回娘家的感觉啊。Yuji 真的太漂亮了，各位。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说要纯聊天，看到这么漂亮的来宾，老师真的，她的胸部有吗？有心痛吗？应该不会吧？没有，就太漂亮了。我觉得我的床上好像没有做过这么漂亮的。刚刚老师来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又动了脸啊？你有动，我没有动，可能变胖。不可能，是不是变胖？我不知道，觉得好可是我觉得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我荷尔蒙吃比较多年了，所以体态会更像女生，那个肌肉的分布会不太一样。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就跨性别的 Yuji 呢，就是他生活上碰到哪一些他觉得很困难，哪些觉得还好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刚刚既然讲到说吃荷尔蒙这么多年，你会讨厌别人就是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跨性别？有人会这么白目的问你这种问题吗？比较多是可能比如说可能出去喝酒啊，然后来搭讪的男生，他们就会问，可能说你声音是不是比较粗啊什么的，他会问你声音不会比较粗啊，跟生理女生比还是偏粗啦，然后就可能会问说你是生理女生吗？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会，对，蛮多会直接问的。问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跨性别，他们是说你是不是生理女吗？是这么专业术语的问哦。是，他们现在会，其实他们现在名词都就是因为现在跨性别，不管是影集啊还是什么的，现在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问得很专业，就那个分类的名词都已经现在很细致了。好，如果他问你说你是不是生理女？你会不会觉得被冒犯？我自己是不会啦。他们这样问你，通常会怎么回？我通常就会说我是跨性别这样，然后他们就会然后就飘走。有人会因为说你说我是跨性别，然后就扑上吗？有遇过，就是因为他们就也喝完酒了，所以就是讲话比较大胆一点，他们就会说完了，我听到这个好像更爱这样。我很好奇问一件事，就是你现在在酒吧碰到这些来钓你的男生啊，直男多还是双性恋的多，还是？gay 也会对你好奇，然后 gay 好像完全不会，因为通常 gay 就看到我说哇 Yuji， 就是因为他们就知道我是 drag queen 了，姐妹感比较重，姐妹感比较重这样子。你交男朋友的对象啊，你比较偏向双性恋，还是觉得异性恋男生比较好？我觉得都有优缺，但是我觉得双性恋的男生比较没那么木头，就比较体贴一点点。有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直男就是那种很直的男生，对，就头脑也很直的那种，对。大部分的，对我，因为很多人会直男就分2种嘛，就是我们说的定义上，就是一种是可能我是 straight， 我是喜欢完全就是喜欢只跟女生在一起，对，然后另外一种是个性很直男的，对，就大部分我遇到的直男好像都是偏个性很直男的。对，就感觉好像比较少了那些就是比较贴心的东西。好，老师他准备了很多问题，接下来问 Yuji， 就是我们对跨性别通常有很多的想象，就是他们生活中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啦。这些问题中，哪一些对他来说，他觉得对跨性别人来说是很重要，哪些他觉得还好？心理压力或自我认同的过程，这个是困难的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蛮难的。就是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我天生条件很好啊，或者是说大家看到我就会说你很漂亮，你很漂亮这样子。但是其实你在很多小细节上面就会感受到说大家会把你当不一样的角色，可能男生会问说你是不是生理女，或者是很常会问跨性别问题啊，或者是在很多小动作上面会让我觉得说可能我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然后你觉得有点就是你很努力要当个女生，可是这些问题一出来，你就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到。对，就是好像就是因为很多这些东西平常对我来说可能不太构成威胁，对，但是就有时候可能喝完酒什么的，然后就突然刚好遇到一些这种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啊，就是我们已经那么努力了，然后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标签，有时候那个心理压力其实蛮大的。OK，这些心理压力出现的频率，你觉得多少？多不多？就每个礼拜都会出现2次吗？还是说其实不常出现？通常喝到8分醉的时候，那就表示1个礼拜出现很多次咯。
我没有那么常喝酒啦。OK， 好，我不知道，所以偶尔发生而已。偶尔发生。好的。对，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在公关店上班嘛，对，就是 Talking Bar。我们店很特别，我们店是有直男直女、gay T， 还有跨性别。是一个非常很多元的，对。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夜场就是不同类型的人很多，然后尤其我们店异性恋也很多，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一些客人会对我们的公关不礼貌就一直讲说，可能比如说哪一个跨性别，那个是男的，那个是男的，这样什么的，我也会很 emo， 就是那个心理压力会觉得说，就是我的姐妹们也都很努力，然后她们也都是很认真在工作，然后为什么要被这样子受对待？对啊，就我看到这次我都会觉得很不爽，会瞪那个男的，这太过分了。对啊，很没水准。听说你去动胸部手术这件事情还蛮痛的。对，前阵子看到那个就是有人在发 reels 说什么无痛胸部增大啊什么的，我说没有，我自己做的时候超痛的。痛到什么程度？可以大家讲一下吗？我坐着睡觉2个礼拜，然后要坐着坐在床上，因为你不能躺，会压到。对，不能躺。然后因为很像那种我觉得很难形容，很像被卡车碾过。很多人都这么讲，可是我们没有被卡车碾过的人，我们很难体会。就是内伤，然后就是你没办法呼吸，就是这边是不是压力很大，然后这边很痛。对，然后你的呼吸会很浅，就是做完之后大概只能呼吸2成，就是因为你动太大的话就会痛。对，你的呼吸会变很浅，然后你讲话讲3个字要换一口气。所以这样子痛苦的日子过了几天？2个礼拜，差不多。而且我那时候更可怜的是，因为我那时候交一任男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算同居，不是坐着睡觉2个礼拜吗？他1个礼拜都在夜店玩到中午人不见的那种。你不会气死吗？我超气的啊！对啊，他要照顾你，而且因为他很常就是在可能比如说在路边醉倒或什么的，然后我还要拖着，就是我4、5点痛醒。然后吃完止痛药之后，我想说，他人不见，然后手机也打不通，我还下去小区找人呢。尤其我必须说，如果你的男朋友是在夜店交到的话，交到这种几率蛮大的。不是夜店交到啦，工作交到的，就是爱喝酒，但就是不照顾另一半，这是很不可取。太年轻了啦，太年轻了。好了，所以那目前荷尔蒙的适应还好吗 ？OK，OK，但就是最近开始有变得比较，就是再更怕冷一点，因为之前我聊过嘛，荷尔蒙的变化，对，然后可能最近就是因为我现在固定服用，大概几年啦蛮久的了，对，蛮久。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有服用了，对，5、6年喽。从一开始第一次访问你，就是我们就是疫情期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记得是刚吃，对，刚吃没多久，就现在的那个体态变化可能会更多。我想跨性别朋友其实经过了很多的困难跟努力，像这些他不讲的话，我们就一般看到漂亮的女生而已。可是他们背后经过的这些痛苦，像这些身体或者吃药的东西，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不认识他们的朋友们，可能多注意一下一些讯息，才不会这样。我觉得蛮残酷的。我觉得，好的，日常生活中一直要解释自己这个压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碰到的压力，你要像你平常在夜店碰到一个人，只是随便聊2句，你不会跟他讲这么多，解释这么多话，是不是很累？会，而且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我在表演的时候，然后可能下来聊天啊什么的，就比较多人会问一些比较我很常提到的问题，或者我很常回答的问题。你最讨厌听到什么问题？好了，可以摸摸看你的胸部吗？这样算问题吗？这当然算问题啊！这算是性骚扰吧？但很常遇到这种人啊，尤其是搭讪的男生，就是可以接受跨性别之后，因为就是要么就2种嘛，一种就是接受更爱嘛，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拒绝，就默默飘走的。我有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类似就是我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胸部练得还蛮大，他们就会摸，就是会摸我的胸部，然后我就说。我今天要是女生的话，你敢捏我的胸部吗？就是老师的胸部，他们有说可是是男的啊。可是我个人觉得是捏我胸部，就是是女学生还是男学生 gay 吗 ？gay 的学生。我跟你说，我觉得 gay 很多女生跟 gay 更没有边界感没有，可是 gay 也不能随便去摸跨性别女生的胸部啊！就算他好奇说做过以后的感觉是什么，也不能啊。然后也有女生会很多女生会直接抓的，就连问都不问哦。那你会怎么反应？我就说给钱，给钱。可是你是开玩笑的嘛？我就说付钱，摸胸部付钱。如果有一个人说，Yuji，我可以摸一下你胸部吗？那你说好，付钱。那多少钱？如果是很礼貌的问的话，通常那种不会是那种很带有性骚扰的，就可能戳一下。其实我不介意给别人摸。对，你的界限在哪里？
你的界限？我就是要有礼貌就好。所以我很有礼貌说，Yuji，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胸部吗？然后你就会，我很有礼貌。对，然后我会先问你说是用戳的还是用掐的。你自己讲过发生？我自己 OK 啦。就是如果有礼貌的问，我会看人，我会看人。如果他不是带有太性骚扰的意味的话，就是好奇，对，单纯好奇的话，而且通常他要么都是 gay， 要么就是女生，通常会问我这个直男会，但直男通常这种就是偏变态的，就是想骚扰的。那你会怎么回他？我就会说付钱。那他就赚多少？没有啦，通常这种就会知难而退啊，真的付钱就再说嘛，看付多少。今天呢，我们是很粗浅的聊到跨性别的一些经验。当然，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个人 OK， 不是每个跨性别都可以这样的，所以记得就是跟跨性别相处，然后你们好奇的话，也还是要很有礼貌，好不好？就是我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奔放一点点。Yuji 的个性比较大辣辣，对我比较大辣辣。不要认为所有的跨性别都跟 Yuji 一样，是你就可能会踢到铁板，而且有的跨性别会比较。你就会吃到骨头，是对不对？好了，希望大家互相尊敬，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哦。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有直播，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回答你们所有留言。现在老师跟 Yuji 玩一个游戏啦，女生才知道的秘密。嗨，女生的秘密 ，Yuji 你要告诉我一下，自从你变跨性别之后，这些事情你是之后才知道的，还是事前就知道？好，丝袜真的很容易破。事前穿高跟鞋真的很痛。事前冬天穿很少，但是还是会很冷。事前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耶！我不知道各位男生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冬天穿很少就正常会很冷。女生的衣服通常都没有什么口袋。哦，事前哇，他真的知道好多。女生的包包其实很重。哦，事后化妆的时间很长。事前，男生真的会盯着女生看。事后，有些男生对漂亮的女生会比较客气。哦，事后，在路上需要比较小心。事后，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事前，我也相信。我觉得Yuji是一个戏剧系的，他可能比较了解这个生态的状况，所以比较知道。OK， 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馆长。拜拜。拜拜。好像没有 gay 搭讪，可是我们这个 gay 就很喜欢你、啊，因为通常有一次是我同事被骂哭，就是男的啊，然后那个什么哪边要再去整一下啊什么。这不会被人家揍吗？这么不礼貌，在这种这么友善的店里面，店里面没有保镖或什么的。没有，我们店就是有点像酒吧，带着一个学术性探讨的话，我觉得 OK 吗？我说那我颠一下呢？你说这样蹭一下吗？对，我可以颠一下吗？我就因为我觉得这都很不礼貌哎，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